这里是 Anime Source， 一个关于影视与游戏动画的频道。Pacific Rim 是部讲述怪兽侵入地球战争时，为了消灭怪兽，人类联合起来制造了巨大的机器人来对抗怪兽的电影。而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对怪兽、机甲和动漫媒体的敬意。电影里面的机器人和怪兽都设定成非常巨大的体积，几乎是超出其他一般设定的2-3倍。目前为止有2部电影，分别在2013跟2018年推出，但是2个的动画风格有很不一样的感觉。这集就说说是什么影响了这2集动画上的差异。第1集出现多次机甲出动的画面，这些画面能够帮助建立很有机械感的感觉，强行注入有机器人时代的气氛。第1集的镜头设计可以说是比较贴近现实的拍摄手法，几乎所有的镜头移动方式都是模拟在现实世界可以办得到的视角。像是 Leatherback 走上岸的时候，镜头的设计是从地面拍摄的，然后抬起拍摄他呐喊的画面。然后切换去 Gypsy 连接脸部特写的时候，镜头的焦距也有推进提高。然后切换回到 Leatherback 开始向前跑的时候，这个镜头移动的感觉像是地上有摄影轨道往后移的感觉。再到 Gypsy 连接的时候也一样。后来打斗的高攻镜头都像是在直升机里拍摄的感觉，而且像真人在拍摄一样，因为有很多手持式相机拍摄的感觉，像是这个镜头。在打 Leatherback 第1拳的时候，镜头会跟着动作来移动，然后镜头的焦距又推进提高特写 Gypsy 连接第2下的攻击，而这个镜头也跟着怪兽动作移动来拍摄，这整个感觉就像是有人拿着摄影机在拍摄一样，而整部电影的打斗镜头几乎都是这类型摄影的方式。第2集的镜头设计就比较华丽，除了有类似相同在第1集的摄影方法，这集加入了更多前卫的镜头移动方式，像怪兽的攻击都有华丽的特写。发射能量攻击的时候，跟着怪兽正式攻击的镜头，还有一些机甲攻击的画面。迎接敌人阵型的镜头，这些移动方法在现实世界是很难做出来的。还有注入了非常多的慢动作镜头，还有流星锤，这些慢镜头的画面给了第2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。在第1集印象最深的就是用集装箱来攻击 Leatherback 的画面，跟用剑把大气割成2半的时候，但这2个慢镜头并不会给观众一直有重复的感觉。在第1集的移动方式最明显的就是没有第2集灵活，所有动作几乎都会有比较长时间的预备动作，攻击都比较缓慢。但在第2集就非常灵活了，还有很多旋转跳跃的攻击，这些动作都比较少在第1集出现。相比第1集出现比较多的是机甲零件的镜头，从一开始就注重零件的运转画面。第1集也非常强调后坐力跟重量感，这些感觉也是从影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画面，从直升机放下来时候的后坐力，合掌的动画，准备出拳的时候还有行走的镜头，
在被 Knife Hate 攻击至重伤后走上岸时候跌下来时候的重量感都明显的呈现出来。第二集常出现的画面比较有流动感，像是在跑、跳，在最后的战斗也出现非常多相同的动作画面，怪兽的移动也比较快，然后使用的武器也比第一集先进、华丽很多。在打斗的时候，第二集的动画也比较贴近人的动作，机械感比第一集来的少。在 Gypsy Avenger 第一次跟 Obsidian Fury 对战被攻击到的时候，整个动画动作反应都比较像是真人的动作。第二次对战的时候还有用头部攻击，而驾驶员就在头部里面。第二集还有比较华丽的阵型动画，机甲都会摆出酷炫的姿势，还有Titan Redeemer是滑进来的，还有一起冲向前去攻击怪兽，这些画面比较会在动漫出现。怪兽在2集里面有不同的感觉，最明显的是第二集会用手捶地上造成地裂的攻击，而这个动作并不像是怪兽会做出的姿势。第一集有类似捶地的动作，不过感觉比较像猩猩，但是在第二集的姿势动作上感觉比较贴近人的姿势。声音设计上，第一集在使用武器的时候都会有系统发出声音。第二集却没有声音设计来交代使用的武器。两部电影的氛围也很不一样，第一集比较常出现的是在夜晚，就算是到了最后的战役，虽然是在白天，但是是在海底作战，整部电影的色调一直处于比较暗的画面。第二集就常出现在白天，色调都偏亮。两部的动画细节上都有很不一样的设计，各有风格来迎合不同的市场。这集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集见。